4年前，在世界最动荡不安的时期，我们毅然选择投资移民到台湾。这个决定充满挑战，尤其在申请过程中，我一度担心失败，不得不离开这片让人感到温暖的土地，这让我深陷情绪的低谷。幸运的是，这4年的努力终究没有白费，上天终于让我们成为台湾的一份子。回想起4年前刚到台中时，生活中有太多需要学习的地方，甚至让人觉得应接不暇。但意外的是，我发现自己学习新事物的能力比想象中要强得多。虽然小时候学习成绩一般，但我始终保持学习的习惯。尤其是来到台湾后，为了重新建立一家网页设计公司，我挑战自己学习各种新知识。将近50岁的我，居然还能快速上手，这让我对自己多了一份信心。当然，也不是没有压力。当时我担心，如果无法掌握新技术，影响公司业绩，就会波及移民的成败。但现在回头看，那些压力大多都是我自己强加的。其实上天早有安排，我只是杞人忧天罢了。移民后的生活细节更是充满学问。最让我们印象深刻的是拉萨分类。刚到台湾时，我们甚至不确定像免洗筷子的透明包装这类小拉萨是否需要回收。还好太太总是不耻下问，向身边的台湾朋友请教。记得有一天和台湾朋友吃饭时，看到他们将一些小东西直接归类为拉萨，而不需要特别处理，这让我们茅塞顿开。我也经常偷偷观察环保垃圾桶里的拉萨分类，透过这种方式快速掌握了分类规则。而太太则更认真，她会上网搜寻资料，了解每个细节。相比之下，我显得懒惰许多，只是在每次分类时留意别人怎么做。这种实地观察对我来说轻松又有效。除了拉萨分类，过马路也是需要适应的地方。在香港，绿灯意味着行人可以放心过马路，车辆必须停下。但在台中，我学会了行人与驾驶之间的礼让文化。绝大多数的司机会耐心让行人先过斑马线，这让人感到安心。但偶尔也会遇到不礼让的情况。我可以理解有些司机赶时间，但还是希望大家能更加注意行人安全，避免意外发生。对于没有红绿灯的路段，我也花了不少时间适应。记得刚来时，我总是不敢直接横过马路，而是绕远路走到红绿灯处，等灯号再过。这样虽然安全，但耗费了不少时间。半年后，我观察到红绿灯的间隙会有大约15秒的车辆空档，便学会抓住这个时机安全过街。相比之下，太太第一天就直接过马路，完全没有这个困扰，让我不得不佩服她的胆识与适应力。台中的红绿灯等待时间比香港长得多。刚开始我非常不习惯，觉得时间被浪费，但4年下来，我逐渐接受并喜欢上了这种慢活的节奏。生活中有些细节也是来台湾后才了解，例如台中的水质。出来时，我对这里的水充满期待，甚至每次淋浴时会张嘴喝下花洒的水，还赞叹它的好味道。直到太太告诉我有水垢的问题，我才明白大多数台中家庭都安装了滤水器，有些人甚至会到加水站取水。每次分享这段经历，台湾朋友总是忍俊不禁，这让我们更加感受到台湾人真诚的笑声与温暖。这段经历让我体悟到，事物的好坏不一定基于客观事实，而更多来自主观感受。因此，我选择在自己的完美世界中找到满足。既然无法改变外在世界，那就努力保持内心的平静与幸福。台中的人情味在公共交通上体现得淋漓尽致。每次坐公车，我都学着向司机说声谢谢。从一开始的刻意模仿，到如今的发自内心，每一次感谢都带着对他们辛勤工作的敬意。在电梯里，我也学会了礼让。刚到台中时，我注意到每次进出电梯，总有人主动按着开门键，耐心等待他人。
这种举动让我深受感动，也很快融入了这种礼让文化。记得有一次，我和太太甚至因为在公车上过度礼让，差点耽误了发车时间。经过这次教训，我们学会了在礼让与效率之间找到平衡，这也成为生活中的一点小趣事。台中的朋友教会我们如何用心送礼，无论是聊天中了解对方的喜好，还是精心挑选对方喜欢的食物，每次收到朋友的笑容与赞美，这种温暖与喜悦是无法用金钱衡量的。此外，台中的公共场合中自律与互相尊重的氛围也让我印象深刻。谈话降音，保持安静，这些细节让生活更和谐。虽然偶尔会遇到不守规矩的人，但大多数时间，我感受到的是彼此间的尊重与善意。我认为，真正的文明社会应该是这样的：每个人都守好自己的分寸，必要时互相帮助，和而不同，彼此共存。回首这4年的移民生活，我深感这是一场难得的旅程，让我与太太有机会重新学习与成长，就像经历了2次人生一样。这是上天赐予我们的无价礼物。未来我们会继续努力，不辜负上天与台湾给予的这片沃土。感谢你读到这里，无论你身在世界的哪个角落，我相信只要我们怀抱善念，每个人做好自己，世界一定变得更加美好。这个时代需要我们做出选择，选择善良的道路或另一条不归路。我相信我们心中早已有答案。衷心祝福你，愿你平安喜乐，未来一切顺遂。